係各位網友嗱，個造型 fit 唔 fit 咧？我一早就知道噶啦。喺美國我就買咗呢套嘅咋，賀錦麗我冇買到嘅，我話俾大家聽啊。喂，我要同大家講，你估一個人輸贏嘅 probability，同埋你中唔中意佢咧係兩件事啊。同埋咧，你要估計美國人支唔支持佢咧就係一件事啊。我個人因為個人喜好中唔中意咧係第二件事，而我個人根據國際利益或者美國人嘅利益嚟去考慮，得到嘅一個觀點，認為 favorable 或者唔 favorable 咧，又係另一件事啊。咁而家咧，我咁着住咧，梗係覺得，喂，大家要準備迎接 Donald Trump 2.0啊。咁我就會喺呢條片度咧，係講下，如果 Donald Trump 呢一個其實點解我對呢次 Donald Trump 勝選有咁大戒心啊？除咗呢個烏克蘭問題之外咧，呢個就係台灣問題根本唔重要，就係個經濟政策。呢個咧係佢2020嗰陣時咧冇提出嚟嘅經濟政策。好，我作出一個正式嘅評估啊，同埋話俾你聽，如果 Donald Trump 嘅勝選機會係咁大嘅時候咧，我係要對我嘅股票配置咧係作出一個截然不同嘅處理方法嚇。好啦，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倒數啦，11月5號。最新形勢係點咧？一路拉近，拉到咧平呢個大鑊。佢由轉咗賀錦麗之後咧，佢一路衝上嚟，去到呢度咧係拉得最遠，然後咧越追越平。呢一個係民調幾乎打平。如果過去兩屆嚟講咧，美國始終有一群隱性侵犯。如果民調都贏唔到咧，Donald Trump 會贏。嗱，過去8屆咧，如果講 popular vote 咧，都係民主黨贏嘅。咁8屆有7次係民主黨贏，只有小布殊第2屆係共和黨贏嘅啫。共和黨贏嘅就係選舉人票。今次如果係咁咧，共和黨可能連 popular vote 都贏喎。呢個就係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，喺搖擺州度，Donald Trump 全部領前。呢個最遠領得最遠嘅就係喬治亞2.2啊，2.2。呢一個 Arizona 1.5，呢一個就係 North Carolina 0.8。賓夕凡尼亞州0.6，內華達0.7啊。咁嗱，我要講下呢個就有一樣奇特嘅現象咧，就係喺已經投咗票嗰 10% 入邊咧，係賀錦麗領先嘅。呢個我都唔明點解。好啦，係唔係 Donald Trump 贏咗呢一個總統就可以為所欲為咧？唔係，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共和黨有希望喺眾議院嗰度繼續保持多數。呢個 majority 咧要218席，而家穩陣嘅咧 Democrat 咧就有205席，共和黨208席，有22席咧係唔知邊個贏，嗰個份數咧好輕微，但係共和黨有權贏到多數。呢個咧就係如果咁睇咧就係55嘅機會啦，55嘅機會啦。但喺眾議院咧，喺參議院咧，因為每次改選都唔同，今次改選咧係民主黨嘅改選席位多，所以咧容易俾人哋翻轉。估計共和黨會攞低參議院嘅多數。我哋睇個賭盤啊，個賭盤咧最近嘅賭盤咧就係徹底呢個就係翻轉咗。喺呢度咧賀錦麗嘅賭盤係贏咗，而家咧係6-4。即係呢個非常現實啊！我話俾你聽，過去兩屆嗰個民調曾經出現過 discrepancy， 但係咧嗰啲民調公司咧就已經做咗啲嘢嚟到調整呢一個民調嘅策略，等佢咧就更加 in alignment with 嗰個選民。咁我相信咧就去到呢度咧係90幾個% 可信，尤其是個平均數。個賭盤咧更加係真金白銀嚟到賭嘅，咁咧就係6-4。咁你咧就要
有個心理預算就係 Donald Trump 會贏㗎啦，呢個就係即係咁樣啊。好啦，嗱，我間開兩橛啊，我首先要聲明咗上邊嗰啲係同埋嗰個經濟無關嘅嘢。第一，俄烏戰爭，我好反對向侵略者讓步啊，呢個第一點。呢個係但對美國嘅經濟冇重大影響嘅，呢個冇重大影響。第二，我唔相信呢個 Donald Trump 會唔支持台灣，呢個咧係不可能嘅，不可能，冇影響。第三，嗱，我認為今屆2024年 Donald Trump 贏咗，佢講嘅一啲言論啊係十分令人擔心嘅。即係佢今次佢係話明咧，佢上嚟咧係會報復嘅，咁咧係會進一步撕裂美國嘅內部，同埋佢話過，佢即係佢有個2025計劃咧，唔係佢嘅，就剷除晒政府入邊嗰啲親民主黨嘅勢力啊，或者佢選贏咗以後就唔使選啦，咁即係咧，即係佢會 make sure 個選舉咧就係對佢嘅。就算佢唔再選，對佢嘅繼承者咧都係勝算好大嘅。又或者我唔中意佢講嘅嘢就係當然啦，就係話要對付國內嘅敵人嚇，甚至佢講過要對付舒一伯格㗎，搞到舒一伯格，所以舒一伯格投降嘅，呢個係會拉一啲人嘅。咁呢啲咧係我唔中意嘅嘢，呢個係佢真係做唔做到咧，我唔知。但係佢講出嚟咧，而且佢今屆咧係冇咗個續任嗰個壓力啊，而且共和黨入邊咧就係能夠牽制佢人咧，俾佢清除晒啦。共和黨冇人能夠掣肘到佢，係清一色嘅 MAGA 派。於是佢嘅政策能夠實現嘅機會咧就好大。好啦，我提出佢嘅經濟政策啦，有幾點影響經濟嘅。第一係減稅，第二係 deregulate，將以前嘅減稅轉為永久。呢個第二咧就係佢嗰個企業稅會再減啲。如果佢加咗海關之後咧，佢話將入息稅全部減到0。呢個就係咁。呢個咧 deregulate 咧就係我贊成嘅嘢嚟嘅。呢個令到經濟減咗磅。第三就轉石油啦，佢大力主張石油經濟啦，呢個就係轉石油。第四就個關稅，個關稅咧就係個關稅就會增加到所有國家加 10%， 呢個中國就係60% 起跳至100%。呢幾大政策究竟對美國嘅經濟係會產生幾多個影響呢？我哋有個計量經濟學咧，可以作出呢個客觀嘅評估嘅。但係咧，我覺得係隱藏咗個極大嘅危機。嗱，解釋下，制定 Donald Trump 互惠貿易法則，呢個法則係點呢？阻止美國就業機會流向國外。外國對美國商品徵收關稅高過美國嘅關稅嗰陣時咧，美國就佢收美國幾多個 percent， 美國收翻佢幾多個 percent。嗱，呢個咧你可以講話呢個只不過係要公平貿易啫。呢個咧就係列根嗰陣時所取嘅貿易策略，係要求公平貿易。好啦，美國優先貿易計劃啦，對大多數外國產品，整體外國產品徵收普遍基線關稅，即係有個 base。個 base 係幾多咧？佢有時講10%，佢考慮20%，獎勵國內生產，同時對外國公司徵稅。具體稅率同產品範圍尚未明確。去外國開公司咧係要徵稅。第三，取消對中國最惠國待遇，結束對中國依賴，阻止美國公司喺中國投資，制定4年計劃，逐步停止由中國進口所需產品，禁止任何向中國外包嘅公司簽訂聯邦合約。嗱，呢個咧就將個關稅咧
係加到60%至100%。好啦，我哋睇翻以前佢做過乜嘢啊？嗱，呢一套嘢咧，2020嗰陣時佢冇提出過，係佢忽然之間咧，佢就迷上咗關稅，就提出覺得咧關稅咧就好偉大。呢一個係以前冇提出過。呢個仲有一樣嘢我講漏咗，佢會影響到經濟嘅咧。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移民政策啊。佢話即係會制止晒所有非法移民啦，同埋將2000萬嘅新嗰啲非法移民趕走啦。咁呢個對經濟會產生影響嘅。最後我會講呢個係新嘅。佢做總統嗰陣時咧，2018年對中國工業產品收10%，對中國機械出口產品增25%，對中國出口增加呢一個累計平均8.9%。結果中國咧又對美國某啲產品咧10.2%，呢個係喺呢個時候2019年就對嗰個關稅咧由10% 提升到25%。對中國進口嘅消費品15%，即係咧由呢10% 15%，有啲高科技嘢咧提高到25%，整體對中國出口增加咗17.9%。中國又將一啲美國出口嘅嘢增加13.8%，結果2020年咧就達到第一階級協議啦。呢個就係最終嘅，對中國出口關稅增加18.2%，中國對美國出口增加13.3%，但係咧我一定要講，中國嗰橛咧係多過美國好多，因為咧中國對美國有好大嘅出口盈餘啊。咁美國抽中國稅係多過中國抽美國稅好多。中國買美國嗰啲產品咧，如果加美國稅咧係揾自己笨嘅，完全，因為咧不可替代，差唔多係。我哋睇下中美關稅對比呢個就係中國收其他產品嘅關稅率，本來係6.4%，即係嗰啲冇加關稅嗰啲。美國抽3%，中國一向抽美國嘅關稅咧係多咗3.4%嘅，係唔公平嘅。好啦，拉勻咗之後咧，呢個加徵關稅之後咧，第一階段嘅協議咧就係呢一個中國徵收美國嘅關稅率21.1%，因為佢咧本來高好多，美國咧就19.3%。好啦，實際上嘅影響係點咧？我哋睇下，加完關稅之後咧，就呢條線加咗25% 關稅嗰啲，佢就跌到嚟呢度，然後咧佢就爬翻上去，就去到呢度。大致上嚟講，跌咗 20%， 跌咗 20%。呢度呢個咧就係加徵7.5% 關稅，反而湧咗上去，因為咧佢哋驚冇得賣，尤其是結果疫情嗰時跌咗落嚟，翻上去。呢個加徵7.5% 關稅咧，就影響唔大嘅。好啦，如果冇加徵關稅嗰啲咧，中國賣去美國嘅嘢咧係增加咗。呢個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唔係乜嘢原因。其他世界嗰個供應鏈唔得啊，所以咧從中國買咗嘢，而家咧就跌緊嘅。呢個就係美國買其他國家嘅嘢都增加咗。好啦，嗱呢個計量經濟，計量經濟嘅結果，我講俾大家聽。呢個係美國稅務基金會嘅研究，呢個就係降低稅率同埋分檔。佢嘅將會嘅稅率降低，就會即係如果真係增加關稅，佢就會將美國嘅入息稅降低。佢係增加咗 GDP 1.2%，GNP 1.3%，提高標準率，提高個人免稅率呢啲係減嘅。整體嚟講，呢個就係呢個係增加咗 1.2、1.3%。提高遺產稅嘅免稅額，又係對美國經濟有益嘅。研發費用當然係對美國經濟有益啦。100% 獎金折舊，利息限制呢啲冚唪唥減低，於是多咗0.5%。好啦，
對華關稅提高到60%，對所有商品提升10% 關稅，係令到經濟減0.8%，減0.8%。將公司稅率由21% 減到20%，係增加0.1%。你咁做咗之後咧，外國就會報復，咁應該係0.4，減0.4。所以咧 ，Donald Trump 嘅整體政策咧係令美國嘅經濟 GDP 增長減0.1，而係 GNP， 因為咧好可能中國對美國喺中國嘅公司展開報復，嗰個咧係跌0.4。嗱，清楚啦嘛？呢個就係對於工資嘅影響，對於工資嘅影響係高咗啲嘅對於就業嘅影響，因為減稅咧多咗140萬人做嘢，呢個多咗140萬人做嘢，呢個減翻即係78萬幾，然後咧就係研發費用嗰啲津貼多11萬幾，呢個就係，但係增加關稅就會令到一部分人咧就失咗業嘅，因為咧。佢啲關稅入嚟咧，有啲人批發零售呢啲嘢啊，有啲入嚟啲關稅咧配合其他嘢賣，少咗68.5%， 68萬5千人。外國對美國關稅報復就少咗36萬人，整體就業少咗12萬1千人。整體嘅稅收，整體佢呢個咁樣嘅減稅咧，係令到美國整體嗰個稅務啊喺10年間。少咗33920億，但係收人哋嘅關稅收幾多錢呢？2500幾億，25000幾億。佢嘅國家嘅剩餘收入咧少咗10年間17357億美金，每年大約少咗2000億美金。咁呢個唔係唔重要嘅，對個赤字嚟講，2000億美金對美國嚟講。係嗰個赤字係會多咗幾個 percent， 美國長期都有，唔係美國而家正常係1萬億到啦個赤字，多咗2000億，多2000億，咁咧就係都嚴重嘅，都嚴重咗少少。好啦，但我講俾你聽，我嘅 concern 係乜嘢咧？我嘅 concern 咩？我哋計一計，我哋要計個通脹數字，美國。依賴入口大概係 10%， 呢 10% 咧，你 across the board 咧，嗱佢呢度係當佢 across the board 10% 啫喎，佢又有講過20%，假如係15% 嘅話咧，加呢15% 關稅咧，等於美國嘅 GDP 咧係 1.5%， 先去咗呢 1.5%。中國係佔咗美國入口嘅30%，係3%。呢3% 咧，你先減咗呢15%， 60% 減咗呢15%，即係45%，45%，3% 嘅45%咧就係1.3幾個 percent， 咁於是咧就得到1.8、1.9%。如果係分2年或者分4年phase in嘅話，每年嘅通脹咧增加0.5%。好啦，呢個係大約每年嘅通脹增加0.5%，呢個咧都唔係好嚴重。嗱，我再講講嗰個 economic implication 俾大家聽。當你加全世界關稅，就係希望嗰啲 manufacturing job 趕翻嚟美國嗰陣時咧，佢係面臨2個好大嘅問題。Point A 就係咧唔會即刻搬翻嚟。咁大量嘅嘢要搬翻嚟咧，唔係一時一日，你要起廠啊，要起嗰啲嘢嘛。第二，美國夠唔夠人手做咧？美國而家嘅失業率只係4.1%，你要搬咁多工廠翻嚟，又要起工廠，又要請人做嘢，咁於是咧會擠高美國嘅人工喎。美國夠唔夠人手做嘢咧？嗱，呢個係第一點。好啦，第二點就係咩咧？我最擔心嘅就係你中國啊，係有好多樣嘢咧，你係長期依靠中國。我舉個例，你短期內咧，如果中國你加佢好多關稅咧，係會令到個供應鏈大亂嘅。舉個例，
全世界嘅80%嘅聖經都係中國人嘅，聖經都冇。第二個 organic ingredient of 呢個抗生素同維他命都係中國做嘅，而家仲未有方法可以取代。第三就係嗰啲 mineral 嘅提煉、稀土嘅提煉、鋰電池嘅嗰啲呢個鎵啊、鍺啊呢啲嘢，同埋高純度嘅石墨呢啲嘢咧，都係高度依賴中國。如果呢啲 disruption 咧，係會令到短期內咧嗰啲好長尾，咩叫長尾咧？即係個 supply chain 好長。supply chain 好長咧，就即係好似一個水桶咁。有個水桶咧，你有好多塊板箍成啊，咁有一塊短嘅板，個水咧就只會去到最短嗰塊板。喺疫情期間，就因為呢一個 supply chain 嘅 disruption 咧，造成咗最高去到9% 嘅通脹率，係呢樣嘢造成嘅。好啦，而家短期內要被逼好多個行業由中國搬去其他地方，呢個需要2-3年啊，先至能夠平順翻落嚟。大家諗下，疫情到而家，其實個通脹係2021、2022到而家24年尾，搞咗2年，加咁多稅咧，加咗咁多息咧，嗰個通脹先至翻去2點幾。咁而人民啊，對於嗰個通脹降翻落嚟，已經開始有信心。如果嗰個供應鏈出咗問題，個通脹掉頭升，美國聯儲局別無選擇要加息嗰刻咧，嗰個就會對個經濟嘅前景咧造成非常負面嘅影響。呢次咧就嚴重過上次嘅。如果掉頭加息就呢個機會有幾大咧？咁佢咧有幾個層次。第一，我好客觀地咩叫 critical thinking 我教。第一，Donald Trump 講呢啲嘢，佢唔會實現嘅，唔做呢個第一個方法。第一個，即係有啲嘢做，有啲嘢唔做。但係呢樣嘢咧，Donald Trump 係佢嘅經濟政策嘅重點，講咗好多次。而萊特希澤咧就講到呢套哲學出嚟嘅 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將 manufacturing job 逼翻嚟，唔做嘅機會咧好少。Donald Trump 做嘅機會係90%。第二，過唔過到兩院咧？咁過到兩院嘅機會係30-40%，因為佢贏晒參眾兩院啊，呢兩個加埋得36%。實際執行嘅機會係36%。呢36%入邊，如果真係造成佢行得太過急，造成供應鏈短缺，而造成呢一個通脹飛升嘅機會咧，係30%。拉勻嚟講，就係30% of 36%，咁樣發生嘅機會就10.8%。一成機會咁發生，但係呢一個係災難性嘅，呢個係災難性嘅。好啦，第二點，仲有影響到呢一個經濟嘅，就係停止咗、截斷咗個邊境，唔准任何人融入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喺短期內咧對個經濟嘅影響咧就唔係好大嘅，唔係好大，因為咧。其實美國呢啲非法移民入咗嚟咧，就係將美國嗰個就業嗰個緊張情況紓解咗。呢個一部分咧就紓解咗個通脹。當你完全冇新人流入，但係佢其實咧每年咧最多嗰陣時咧就200-300萬人啊，去到200-300萬人一年。其實而家拜登已經用 presidential degree 咧就係減少咗㗎，咁就得返100幾廿萬人。咁100幾廿萬人喺美國3億幾、2億幾嘅就業入邊咧，個影響非常輕微嘅，所以我唔覺得因此會造成呢個人工急升而造成通脹。至於話要將嗰2000萬人趕走咧，
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啊！如果唔係你個就業人數減少2000萬嘅好大鑊啦，我覺得執行到嘅 probability 好低啊！要揾呢啲人出嚟咧就非常之困難，而且咧就係紐約州同埋加州最多人去嘅地方咧係唔會同你合作，因為佢哋 custodial state 嚟嘅，佢哋啲警察咧係唔會幫你拉呢啲人嘅，稅務局唔會幫你拉呢啲人。咁你要拉咧就好困難，呢個拉就好困難。影響咧唔大嘅，所以呢一個咧係會造成少少嘅通脹，但係個影響唔大。好啦，第三 Donald Trump 咧就話佢會喺俾外國嗰啲合法嘅人移入，咁呢個政策實劃都未有一撇。當然呢個可以幫手緩解美國就業嘅不足啦。喺呢個所有嘅 factor 加減入邊，我哋知道 Donald Trump 唔好講嗰啲意識形態啊，嗰啲咁嘅嘢唔好講呢啲。其實邊個選都冇乜大分別，我話俾你聽。因為你哋講嗰啲好多嗰啲意識形態啊嗰啲嘢咧，個權喺就係州政府度嘅，即係嗰啲教育啊、嗰啲治安啊嗰啲問題咧，都根本唔喺聯邦政府，喺州政府。邊個做中央政府咧係冇分別嘅，我話俾你聽。係咪變性啊嗰啲咧係完全冇分別嘅，因為你選得贏咩？喺加州同埋紐約州喺南州你選得贏咩？咪一樣。而且喺南州、紅州咧，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分別唔係好大嘅。譬如德州咧，亦都係有2500蚊偷嘢 shoplifting 2500蚊樓下咧，佢亦都係 misdemeanor 嚟嘅咯，啫喎，行為不檢嚟嘅啫喎。所以咧呢幾個問題咧，大家好 concern 嘅問題咧，實際上邊個做總統影響唔大，影響唔大。好啦，我頭先計咗條數，觸發高通脹嘅機會係10.8，以我計出嚟係10.8，但係呢個10.8如果發生個情況係好嚴重嘅，好嚴重。雖然嗰個 probability 唔係好高，但係災難性嘅。好啦，嗱我哋睇睇 Donald Trump 個股市由 Donald Trump 係由16年開始，佢一路去到20年咧，佢就起咗呢一段。咁呢個基數低啊，起咗好多。20年嘅股市跌翻落嚟，你準確啲嚟講咧，就係佢嗰個疫情過後咧，個股市咧就由呢度去到呢度，經咗兩轉嘅升波，其中呢度插翻落嚟咧就係加息。如果今次加息會點咧？咁我一定要對呢件事作出呢個果斷嘅處置，我係會另外拍一條片擺喺 YouTube 度，話俾 YouTube 嗰啲人聽，我會點做，好嘛？你覺得呢個？係講網友嗱，我喺另一條片度，大家聽見我着呢套衫都知啦，就係咧就係 Donald Trump 勝選嘅機會咧就係超過60%以上，60幾個%以上。就係如果 Donald Trump 嘅政策引起好高嘅通脹，美國聯儲局焗住調翻轉頭加息嘅機會係幾大呢？咁美國嘅股市啊，如果呢啲事發生，美國股市會跌幾多呢？我係不可想像。所以去到呢度呢，我一定要。